日媒称，美国近期准备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还有中国台湾共享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稀土以及医疗等重要产品供应链的相关信息，以减少对中国大陆的依赖，欲牵头建无中国供应链。那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第一，美国为什么要建造无中国供应链呢？第二，中美高技术脱钩对全球有什么影响？第三，脱钩能成功吗？第四，如果真的成功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咱们先来聊第一个问题，美国为什么要建造无中国供应链？自然是因为不想和中国有科技上的合作。那中国给世界各国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又有这么大的消费市场，大家互利共赢，有什么不好的呢？因为自从美国和苏联冷战之后，美国科技创新的重心就从军方向民间转移，民间科技投资的规模远高于军方，大部分尖端核心技术由美国企业和科研机构掌握。他们认为，在中美科技合作的情况下，美国无法阻止中国利用合法渠道获取美国具有军民两用价值的先进技术。2016年，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研发的人工智能程序阿尔法在模拟空战中击败了美军资深飞行员。所以说，如果某个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它不仅可以生产出先进的无人驾驶汽车，也可以用来精准打击。如果某个国家在量子计算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那它既可以用于生物医药领域，可以将药物发现率提高5%到10%，从而节约15%到20%的新药研发时间，同时也可以应用到军事领域。理论上讲，可以瞬间计算出洲际导弹的运行参数，以及拦截导弹的发射和飞行参数，并且算出最优的拦截点，同时将数据传输给指挥系统。当然，也可能成为全世界网络安全领域的霸主。那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封禁 TikTok？ 难道说 TikTok 也能用于军事吗？这是因为受到了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风波的影响，令美国情报界和国会意识到社交媒体有武器化的风险。美国参议院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报告称，社交媒体成为俄罗斯对美国开展信息战的重要平台，信息战可能影响选民对选举人的看法和对选举结果的预估。而 TikTok 一进入美国，就凭借它强悍的内容推荐算法，迅速获取了大量的用户。美国使用者有1.23个亿 ，TikTok 应用程序在全球的下载量超过了15亿次。据美国在2018年2月发布的新版国防战略报告中称，许多先进技术来自商业领域，这意味着美国的竞争对手也可以获取此类技术。这种担忧促使美国军方高度关注中国将前沿技术取得的进步应用于国家安全领域的问题，并且将中国在这些领域取得的进步视为威胁。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些制裁为什么都是以国家安全为由。这2年，中国科技领先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已经有了显著的提升。你像阿里在电子支付、区块链和云计算上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科技企业之一，华为在5G 通讯领域居于世界前列，大疆公司在消费级无人机市场中占据领先地位。这些进步使我们在供应链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从原来薄利的生产环节逐渐进入到了高附加值的环节，这导致美国和我们的合作意愿更低了。那第一个问题，关于美国为什么要建造无中国供应链，我们就搞清楚了。第二个问题，中美科技脱钩对全世界各个国家有什么影响呢？首先，客观的来说，中国和美国都将面临很大的压力，去试图说服其他国家接受自己的基础设施建设、平台、软件和供应链，将其他国家锁定在自己的科技生态系统之内，同时全力阻止对方向别国做同样的尝试。这导致未来很多企业在进行跨国贸易的时候都会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投资风险加大。而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量大，贸易活动频繁，两国部分科技强行脱钩，可能会要求各自的贸易伙伴被迫站队。你像英国政府宣布将从2020年12月31日起停止购买新的华为设备。此外，英国5G 网络中目前所使用的华为设备需在2027年前拆除。此前，英国允许英国企业在5G 建设采用35%的华为设备。荷兰政府宣布，根据冷战时期8桶协定的后续瓦森纳国际协议，禁止阿斯麦公司向中国出口 EUV 机子外光刻机。乌克兰单方面破坏马达西奇和中企签订的协议，在遭到了中国天骄公司的起诉索赔后，又宣布对参与收购乌克兰马达西奇公司的相关中企及人员实施制裁。这些事件的背后，其实就是美国在强迫贸易伙伴站队。为什么要强迫贸易伙伴站队呢？因为美国正在推动建立盟友间技术创新合作计划，比如说技术侦察旗舰计划、外国比较测试计划、基于五眼联盟的技术合作计划等等，然后构建保护高技术的法律，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
通过与跟他们站边的盟友的合作，来确保美国快速获取全球最前沿的技术，并且把中国排除在外。而这一切都会导致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都已经成为一个整体的情况下，被强制拆成了2条相互竞争的产业链。为了切除这种捆绑关系，大家都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去找技术替代品。你比如澳大利亚，中国是澳大利亚联合发表论文最多的国家，而美国是澳大利亚国防科技重要经费来源地。如果中美科技脱钩延伸到中国的技术合作伙伴，就只能独留澳大利亚在凛冽的寒风中一脸的茫然。因此，国际间的科技合作、国际贸易的秩序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第三个问题，中美科技脱钩能不能实现呢？波士顿咨询公司在2020年3月9日发布了关于芯片行业的报告，指出73%的中国需求可以被美国以外的供应商替代。如果中美科技脱钩，则美国芯片行业的全球份额将从目前的接近50%下降至30%，进而引发行业螺旋式的衰退。中国占据世界总人口的1/5%，人均 GDP 已经突破了1万美元的大关。中国消费占 GDP 的比例已经从10年前的35%提高到现在的50%。日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逐步推行全民免费医疗的建议，我国将逐步加大对公共卫生、健康领域的投入，这无疑将会进一步的释放我国的消费能力。所以说，摆在中美科技脱钩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市场。我们再以手机产业链龙头苹果公司为例，苹果手机每年的销售额高达1万亿美元。在苹果的全球产业链分布中，中国有几百家零部件工厂进行生产，亚洲其他国家还分布着几百个工厂。如果去中国产业链，中国几百家配套零部件企业可能会停产，工人可能会下岗，的确会令中国损失掉2000到3000亿美元的出口。世界其他国家的配套企业同样也会停产。旧金山供应链公司首席执行官达夫·埃文斯就曾经表示，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有这样的基础设施，能够每天制造出60万只手机。只能维持几天库存的苹果公司很难找到替代方案。一旦停产，市场份额可能立刻就被华为、三星等竞争对手吞噬，损失最大的是作为龙头的苹果公司。所以说，摆在中美科技脱钩面前的第二个难题就是产业链。最后一个问题，咱们退一万步说，就真的脱钩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之前也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只不过没有这一次这么极端。当时美国为了保护本国市场以及就业，在2012年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高达34%到47%的双反关税。到了2014年，美国又发起了第二轮光伏双反，最终确定了高达26.71%到165.04%的反倾销税，以及27.64%到49.79%的反补贴税。中国也对美国生产的光伏原材料采取了对应的贸易反制措施，并且鼓励国内市场吸纳中国光伏产能。当时国内光伏企业哀嚎一片，但是最终的结果是2019年内蒙古达拉特基地光伏发电1期500兆瓦项目实现一次性全容量并网发电，上网电价已经低于燃煤电价。因为被封锁，我们就只能不断突破光伏电池组件转化效率的技术瓶颈，向下游争取存活空间，逼得你不得不实施中国科技产业进口替代战略。但是这个事儿却加速了美国光伏原材料产业的衰落。到目前为止，美国光伏组件仍有88%的份额需要从国外进口，国内产能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而中国的新能源装机却在加速。预计到2030年，新能源装机总量将达到50%，取代传统煤电。所以，如果就真的脱钩了，我们要做的只有4点：增强自信、目光长远、灵活应对、补齐短板。